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周六清晨，白奇缘起床后，发现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餐，却不见唐玉成的人影。他下意识地环顾了一圈客厅，心里不免有些疑惑，人去哪儿了？此时此刻，唐玉成正走在附近一处菜市场里。前几天去超市时，他已经见识过这里偏高的物价，今天他特意起了个早，想看看这里的菜市场是个什么行情。和白奇缘相处的这几天，他注意到对方似乎并不是个会过日子的人，家里的琐事也几乎不怎么上心。如果不是他在家，估计白奇缘一天连家都不用回，也就晚上回来睡个觉。既然他工作忙没时间，那这个家就由我来管。唐玉成在心里默默地这样计划着。菜市场向来是一个城市最真实的切面，嘈杂鲜活，能让人迅速摸清一座城市的生活脉络。眼前一个个摊位沿街一字排开，各种瓜果蔬菜堆成小山，叫卖声不绝于耳。但他们口中所谓的最低价格，在唐玉成看来也是高的离谱。就拿白菜来说，在老家价格便宜的跟白送差不多，乘车往家里拉。但在这儿，白菜是论颗卖的，一颗要10块，即便如此，依然要比超市便宜了5块钱。他转了一圈，心里大概有了个底。整体来说，菜市场并不比超市便宜多少，主要胜在种类齐全和新鲜度。最终，他买了几条活鲫鱼、一块老豆腐和一包细粉。他拎着东西回了家，进门时先听到了电视机的声音，芝麻酱凑上前来，围着他手里的塑料袋打转。玉成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。等唐玉成低头换好了鞋，走进客厅，一抬头就看到白奇远正裸着上身站在客厅里看电视。他应该是刚洗过澡，只见他双手举过头，抓着毛巾在发间漫不经心地揉搓着。他整体身形偏瘦，却并不显得单薄，因双臂上举的动作，背部的蝴蝶骨随着动作微微扇动。客厅的灯光斜斜打下来，勾勒出他肩宽窄腰的轮廓，腹部平坦，隐约可见几道浅浅的肌肉分割线，从头发上掉落的水珠顺着腰身滑落，隐没在宽松的居家裤的腰眼。唐玉成愣在原地，嗓子开始发干，目光不自觉地定格在那副极具美感的身体上。一大清早你去哪儿了？白奇远没回头，目光仍停在电视屏幕上，语气随意。没人回答。没听到回应，白奇远疑惑地微微侧头，做事要转过身来。唐玉成在对上白奇远的眼神之前，利落地转了身，背对着他。他双手紧握着手里的塑料袋，一直亦步亦趋，跟在塑料袋后的芝麻酱也停下了脚步。他扬起小脑袋，睁着圆圆的眼睛，半是好奇，半是迷惑地打量着这个突然僵成了一块石头的青年。我去菜市场了。唐玉成说着，快速移步到厨房，把手里的塑料袋胡乱搁在台面上，两只手紧紧交握，指节被攥得发白，试图勉强稳住身体的颤抖。我买了鱼和豆腐，中午做鲫鱼炖豆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微微侧过脸，却始终固执地保持着背对对方的姿势。问题抛出的瞬间，他下意识地紧闭双眼，抓紧这片刻的空隙，贪婪地深呼吸了几下。鲫鱼炖豆腐，好啊。对了，你钱够吗？白奇远的声音从客厅悠悠传来。你出门之前应该管我要点钱再去的。够的，放心吧叔。唐玉成双臂撑在台面上，他低着头，后颈线条绷得很紧，他正竭力平复胸口的剧烈起伏，那如鼓点般的心跳声，每一下都在撞击着他的理智。你怎么了？忽然靠近的声音把唐玉成吓了一激灵，他猛然回头，看着正站在他身后的白奇远，毛巾滑落在他肩头，发梢末端悬着的水滴落在他干净发亮的肌肤上，顺着鼓起的胸肌往下滑去。唐玉成喉结滚动了几下，立刻别过头去。你脸怎么这么红？该不是生病了吧？没事，刚走了一路，有点热。唐玉成本来趋于平稳的心跳再次加速。怎么没有？转过来我看看。说着，白奇远就要抬手摸他的额头。我说了不用。唐玉成嗓音骤然拔高，他反应极快地抬起一只手，重重地格挡住白奇远伸来的手臂，目光中渗出一股摄人的凌厉。僵持的1秒钟里，唐玉成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他迅速敛去锋芒，垂下眼睫，试图掩盖住自己乱了套的神色。我走了一上午，身上全是汗，我去洗个澡。没等白奇远回应，他已转身快步走向房间。白奇远伸在半空的手僵了片刻，才缓缓垂下，有些失神地愣在原地。周一早上的闹铃声为唐玉成的校园生活拉开了序幕。3中离家坐公交车6-7站地，并不算远。出门前，白奇远塞给他300块钱，算是这一周的零花。公交车缓缓前行，窗外的街景不断变换，让唐玉成心里生出一种陌生又新鲜的感觉。
到达3中后，他先去了教务处报到，领了课本。教务处老师告诉他，他的校服已经预定了，但需要几天才能拿到。随后，他又去了教师办公室，找他未来的班主任林清源。林清源是教数学的，正是白启远之前提到过的老同学。上周的面试他也在场。你来了。林清源笑着问，在新学校上学第一天，紧张吗？唐玉成同学。不紧张。那就好。来，咱们现在去班里见见你未来的同学们。唐玉成点了点头，他跟着林老师来到高2一班的门前，门还没进，就能听到里面的叽叽喳喳。但当他们一看到唐玉成这个陌生面孔，立刻就安静了下来。林老师站在讲台上介绍道，这是我们班的新同学，来，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唐玉成。唐玉成就说了这一句话，没有更多。老师带头鼓掌，掌声随之响起，只是其中夹杂着一道刻意拖慢的拍手声，显得格外突兀。唐玉成下意识循声望去，看见坐在最后一排中间的一个男生，他的手有一搭没一搭地拍着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眼神里透着明显的不善。唐玉成同学，你坐到那边那个空位上去吧。林老师抬手指了指倒数第2排靠窗的空位。唐玉成背着包走了过去，同桌是个戴眼镜的男生，朝他友好地笑了笑。好了，大家拿出课本，翻到第50页，第一道题，谁能上来把答案？我叫方卓，以后多多指教。同桌方卓的声音低低的透着谨慎。唐玉成只是简单的点了点头。与此同时，他能感到右侧后方一道视线在暗中审视着他。白启远的笑声回荡在梁浩天的办公室里。至于笑成这样吗？梁浩天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。当然至于，因为实在是太好笑了，林辉居然找你当模特。白启远好不容易才止住笑，顺了顺气。那你最后决定去还是不去啊？我觉得吧，反正最近我也不是很忙，就勉为其难的接受吧。梁浩天靠在椅背上转了个圈，神情自若，全当是陪他玩玩。作为同事，我得提醒你，你觉得是去玩玩，但人家林辉老师可不是在玩。回头你要是把人家的创作搞砸了，之后在一个校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可就尴尬了。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吧？梁浩天摸了摸下巴的胡子渣。你说的也对，不过这件事我还没答应他呢，我会提前了解了解情况再说。而且太早答应他，也太便宜这小子了。哈哈哈哈，有看头了。到时候这事真成了，我倒是真有点想去现场观摩观摩，顺便接受一些艺术的熏陶。等他画完了，你自然有机会能欣赏到这幅伟大的作品。哟，这就成伟大作品了。之前谁说的？说人家庄清高是个色批来着？白启远挑了挑眉。你就不怕他对你有别的想法？万一他男女通吃是个双呢？那他想得美。梁浩天嗤笑一声，本少爷可是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焉。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，只要是你的菜，你哪回能放过人家？白启远一针见血的补刀。那位林老师身材好，长得不光阳刚，还气质出众，希望你能把持住自己，别最后没玩好，把自己折在里面了。我也是很挑的好吧，都说了就是陪他玩玩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他了。梁浩天收起玩笑的神色，身体前倾，语气变得认真起来。跟你说点正经的，我朋友的公司需要个商业顾问，他在电视上看过你的节目，对你的观点很是欣赏，所以这次他是点名要你。他的公司 Novis 最近刚获得几千万美元的融资，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公司，前途无量啊！你有没有兴趣？他们给出的酬劳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哦。梁浩天边说边用拇指和食指快速的搓动。而且你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家里有孩子要养呀。白启远想了想，也是，不过我最近的课排得挺满的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没事儿，这个顾问不用天天坐班，时间灵活，1个月就去公司1、2次，偶尔参加个董事会或战略研讨会什么的，也就这样了。行，那我去。这就对了，干嘛跟钱过不去？现在我就把我朋友的电话号码发给你，他叫宋毅，你们好好聊聊，联系一下。好。对了，你今晚有时间吗？今天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这2天玉成刚开始上学，我想在家陪陪他，帮他尽快适应新的生活。梁浩天摇了摇头，感叹道：你还真把他当你亲儿子带了，不过你要是真当爸爸的话，绝对是个优秀的父亲。谢谢您的肯定。那行吧，上次不是说要带你见见世面吗？本来打算今晚带你出去转一圈的，既然你要当模范家长，那就下次再说吧。下次吧。